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再次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创业小项目啊。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新手小白也能操作啊，只要认真听完我们这堂课。那这个项目的话呢，简单来讲就是按斤称玩具啊。那么玩具的话呢，对于小孩子来讲，那是天然的一种诱惑力啊。那么经常在商场看到一个小小的玩具啊，这个可能都要几十上百，对吧？很正常。那如果说父母呢不给小孩卖啊，对吧？那么直接呢，他们就会躺在地上不起来，甚至嚎啕大哭啊。那么很多家长呢都会迫于无奈啊，这个买给小孩。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发现街上有一家这个玩具店啊，它是论斤卖的，对吧？那么你会不会忍不住进去呢？一探究竟呢？那么这个就跟2块钱2元店的这样一个这个模式呢有点类似啊。那么用很低的一种单价吸引人群，然后呢不同的产品它有不同的一个论斤去卖的一个价格。比方说小玩具是3块钱一斤，大一点的呢30块钱一斤。那么玩具论斤卖啊，之所以呢价格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些玩具呢大多是库存积压的外贸出口货，或者是倒闭转型玩具厂的库存。那不少款式呢已经不再流行了，所以说玩具厂家的话呢，他们愿意低价去放货。那么这些玩具厂一般呢称作是库存玩具厂，主要承接传统制造工厂的一些样品的玩具，像库存的一些玩具啊，那么工厂尾单这样一些产品，以及的话呢外贸的尾单。那么回收这样一类玩具产品之后再次批发给零售商。那么只不过呢后面这个零售商他们依葫芦画瓢，在进货价的基础上加上几十块钱之后，再以全厂价多少钱一斤给它卖出去，论斤去称去卖玩具。大家一听呢好像很便宜的感觉好像赚了个便宜就会产生一种多买点多买点这种心理，不买的话呢可能就会亏的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但是的话呢，看似实惠的背后，你又是否知道它隐藏的反而是惊人的一个利益你像像浙江金华有一家论斤卖的一个玩具店，店主的话呢今年还不到30岁咱们暂且把它称作是小王。那么他呢，这个小王呢，他从广东一家玩具厂上班的亲戚那里呢，了解到一些玩具厂家处理库存玩具论斤卖之后决定呢做这个玩具生意。那么小王他的一个这个玩具店呢，主要就是做批发生意。那么货到之后那么小王呢，他都会把一些包装损坏或者是已经有这样一个部件破坏的破损的一种这样一些玩具清理出来，用于免费赠送或者是去卖废品。然后呢再以论斤批发的一个销售模式呢吸引大大小小的一些店主呢来进货，每公斤批发价在20块钱。那么遥控玩具每公斤呢30块钱200块钱呢200块钱起可混批或者是10公斤以上起批这样一个定价模式而这个零售玩具每公斤分别是30块钱和40块钱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客户呢都可以随便挑，然后再去称斤两。那么一些客户呢在几次拿货之后，发现他批发的玩具物美价廉，那么现在呢这个上门去拿货也非常的积极复购的这个欲望呢也非常强。当然呢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小王前期他也是花了非常大的努力去促成的。那么它有哪些销售渠道呢首先第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跑线下的实体店，它先是印了名片那么像在一些这个小百货市场夜市经营玩具的一些摊主去推销他论斤卖的这样一些玩具。那么刚开始呢大家都并不是很感兴趣直到他告诉对方他批发的这些玩具比他们去这个义乌进货呢还便宜，
而且呢质量还有保障，那么摊主们呢他们就有了兴趣了。那这是第一个，跑线下实体店。那第二个呢就是搞起了自媒体利用互联网。那么在人人都可以出名的年代，对不对？那么他甚至呢可利用这些流量为自己的生意批发生意加持。平时呢拍了很多的产品照片去发布文章也分享到朋友圈，标题呢写上13块钱一斤的玩具还给大家分享怎么去销售这些玩具的一个经验。那么有对这一行感兴趣的基本的话呢都会去留言想要他的一个联系方式这都是妥妥的精准客户那么我翻了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呢，其实的话呢并没有多么华丽的一个画面，但是贵在真实2个字，让人一看的话呢就会非常的有信任感。薄利多销跟这个适度让利才是论斤卖的这样一个秘诀。那么商品里面呢琳琅满目的玩具往往价格不菲，同款玩具遥控车在商场里面要花上100多块钱，而在它这里的话呢称重之后的价格是不到40块钱，那对于顾客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在周边小区的居民呢经常会来他家的玩具店去光顾，那么一天的利润的话呢除去成本，初期有500块钱左右，那后来的话呢变得是越来越好，能够有一天的话能够搞到1000块钱。那么大多数人的潜意识当中会觉得塑料比较好比较轻比较轻，那么称斤的话呢会比较便宜而实际上的一个情况是什么？论斤卖的这些玩具连包装也一起称重的，那只是比市面上单个的零售卖的一个玩具便宜一半而已。那有些玩具呢甚至是只有20%左右。所以说商家呢做好商品的搭配，通过走量是有利可图的是有利润空间那么对比这样一个这个某多多它的一个经营模式就知道了，即使一件只有1块钱利润，对吧？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卖出10万件，也有10万块钱的一个利润，这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像小王他说呢，不管是因为价格还是因为销售模式的一个新鲜，论斤卖的这样一个玩具店一开业是很容易呢就有顾客盈门的那所以说想做好这个项目，如果说你能够找到这类货源，随随便便呢都是钱而且的话呢很好出手，能够找到好的货源那就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找货源呢可以去哪里找可以去这个某88对吧？包括呢像这个汕头澄海玩具厂家这些平台都可以去找。那么成本的话呢，在不亏欠顾客的一个情况之下，降到最低，那无论怎么样都是赚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关于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可以来阿普老师的朋友圈查看，关注我，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大家。关于如何去赚钱，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项目，阿普老师专门为小白新手准备了一份这个神秘的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你可以搜索关注阿普老师的公众号阿普创业说关注即可自动领取这套课程教你赚钱无忧，快速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